嫁给周旭炎的第3年，他让所有人瞒着我，在外面养了更年轻娇嫩的女孩。身边人都说我是他的白月光，他的软肋，可他却在喝醉后笑言，林碧涵啊，娶到手才发现不过尔尔。17岁时发誓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，此时抱着年轻女孩哄，他那么无趣，当然最爱你啊，宝贝。我离开那天一如往常，没人看出异样。佣人笑着问我是要出去逛街喝茶吗？我也轻笑点头，今晚不用准备晚餐了。闻君有他心，拉杂崔烧之。崔烧之，当风扬其辉。周旭炎不知，不过尔尔的林碧涵是个犟种，他的人生词典里从没有原谅2字。我抱着大衣，手中的袋子装着护肝的药片。走廊很长，灯影落在油画上，折射出斑斓的光。又聊厅地落了满地，尽头的房间，哄笑声一阵高过一阵。这里一整层都被周旭炎常年包下，闲杂人不能靠近半步，所以他们连房门都没关。鞋跟被地毯的长绒绊了一下，我弯腰时，颈子间的项链忽然断了，大大小小的珍珠滚落一地，我心头莫名刺痛了一下，正想蹲下身捡起那些珠子，就听到了周旭炎的声音：别啊，我可不像你们那么滥情，我的初恋白月光，此生挚爱，只有我老婆一个。他大约是喝醉了，染着醉意的声音长满了骄傲和得意。我不由抿嘴，握着沁凉的珍珠，心像是被玉贴过一样舒展。只是可惜，周旭炎忽然叹了一声，取到手才发现也不过尔尔。我蓦地攥紧了掌心，珍珠硌着掌心软嫩的皮肉，笑意僵硬在唇角。那我泥周旭炎。一把娇软的女声忽然响起，带着点不甘的委屈和怨气。你说此生挚爱就你老婆一个，那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明明昨晚你还说你最爱我。男人们都哄笑，傻妹妹，男人床上说的话你也信？再说了，人家爱自己老婆天经地义，你这当小三的还争什么宠？周旭炎，你看看他们，女孩的声音里带了哭腔，听起来真是招人心疼的可怜。行了，你们闹他干什么？什么小三不小三的，这可是我正经女朋友，说话注意点啊。周旭炎的声音微沉，好像有些不高兴。不是吧炎哥，动真格啊。周旭炎轻嗯了一声，他18就跟了我，我总要负责。禽兽啊，刚成年你就下手，不怕嫂子和你闹？周旭炎笑，他靠我养，拿什么跟我闹？不过你们还是把嘴闭紧点，我很爱我老婆，不想让她难过。你很爱你老婆，那我呢？小姑娘又不依起来。周旭炎伸手将人拉到跟前，搂在怀里哄，这点破事也至于掉眼泪豆子？小姑娘哽咽着撒娇。周旭炎，我要你说最爱我，哪怕骗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了宝贝，他那么无趣，当然是最爱你了啊。我站在门外暗影处，忽然就笑了。曾发誓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，此时却在哄更年轻的姑娘，但我竟然连走进去质问都不想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啊。我转过身，走过来时，那条冗长的长廊，17岁的周旭炎在课桌上偷偷刻下我的名字。他说周旭炎爱林碧涵，要爱一辈子，可他的一辈子不过这眨眼间的10年。那天周旭炎回来时，我已经在楼下吃早餐了。他抱着一大束花和礼物匆匆进来，满脸都是歉意和愧疚。对不起老婆，昨晚实在应酬的太晚，就没能赶回来。我们结婚时他承诺过，不管多忙也绝不会夜不归宿，但这半年来他回家的时间却越来越晚，这次更是整夜未归。我放下筷子，抬眸看向他，西装衬衫领带都换过了，身上的味道干净清冽，难为他做的这样严谨。他将花束放下，走过来想要吻我。老婆，我发誓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却抬手挡住他，一字一句问，你昨晚是住公司了吗？周旭炎半点都没迟疑，是，你看我换的衣服都是你帮我准备的那些。说完，他握住我的肩，有些小心翼翼看着我。老婆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今天一整天都陪你，不去公司了好不好？我也看着他，看着他瞳仁里映出来的那个自己，他的视线不躲不闪，没有丝毫的心虚，而我竟也能把伤心藏得严严实实。没有。我推开他的手，先吃饭吧。可他刚坐下，手机就响了。我看到他皱皱眉，挂断，但很快又响了第2遍。他迟疑了几秒，
依然还是挂了。紧接着却有消息进来，周旭炎看过后，眉头瞬间拧得很紧。碧涵，公司那边有点急事，你去吧。算了，我让林月先去处理，答应陪你一整天的。他这样说着，可脸上却写着心猿意马。不用，公司的事更重要，快去吧。我平静望着他，连心底的疼都变得麻木。周旭炎只是挣扎了片刻，就站起身，那我尽量早点回来陪你。我嗯了一声，看着他匆匆上车离开，才后知后觉，擦掉了脸上凉透的泪。给闺蜜打了电话，珍珍，帮我约一下你们医院今天的体检吧。体检结果出来后，我大松了一口气，我的身体仍很干净，我也没有怀孕。嫁给周旭炎时，我身体很不好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没要孩子。但为了防止万一，我还是做了详细检查。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身体现在恢复的怎样了？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我才觉得郁结在心头的浊气消散了大半。攥着报告单出来，刚走到走廊拐角，却正巧听到了周旭炎的名字。周旭炎，如果真的怀孕了，我能不能不打掉？我停了脚步，看着不远处的两人。周旭炎指尖夹着烟，眉头紧锁，有点不耐烦。而那小姑娘素着脸，哭得满脸眼泪，正拽着他的衣袖摇晃哀求。周旭炎冷笑，我老婆还没生，轮得到你？可这是我第一个宝宝，我舍不得。我保证我会乖乖的，绝不给你添麻烦，也绝不会让你老婆知道我和孩子的存在。周旭炎夹着烟的手拍了拍他的脸，别天真了宝贝，孩子不可能让你生的。你听话，打了孩子我再给你买套房。但你要是不打，陶院我可丑话说在前面。你们学院漂亮听话的女生一大把，每天换一个睡都轻而易举，也不是非你不可。小姑娘被他几句话就唬住了，脸上挂着泪，脸色煞白。我听话，周旭炎，你别不要我。乖，去做检查吧。我乖乖去做检查，只是，老公，你之前说你老婆身体很差不能生。如果我真怀孕了，就当是替她生的，孩子也可以让她养着，我不争也不抢，好不好？周旭炎沉默了片刻，先去检查，检查完再说。小姑娘抽噎着推门进去了。周旭炎抽完烟，掐灭。他转过身时，我装出刚好走过来的样子。看到我，他似乎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换上了紧张担心的神色。老婆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是不舒服还是哪里伤到了？周旭炎握住我的手臂，看起来着急的不行。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，一个人跑来医院？他上上下下看着我，满眼急切的关心，好像这10年来他对我的爱意从没有消减过半分。我的手和脚渐渐冰凉，仿佛骨头缝里都冒着寒气。周旭炎怎么就能演得这样深情呢？他一口一个老婆叫我时，他的小三就在不远处的房间检查是否怀孕，可他竟能在我面前半点破绽都不露，以至于我几乎都要分不清，到底哪个周旭炎才是真实的他。我没事，只是来看一个朋友。他长舒一口气，一把抱住了我，你吓死我了，老婆。周旭炎，你很担心我吗？我看着他，轻声问。能不担心吗？他将我抱得很紧很紧，娶你的时候你身体差成什么样了？我费尽心思给你调养了3年，才慢慢好转。老婆，你知不知道刚才看到你，我魂都要吓飞了。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怎么活？我很想笑，嘴角却是僵硬的，嘴唇却不停打着颤，像是口中含了一口热油一般。我问他，那你来医院干什么呢？他抱着我的手臂微紧，哦，我来看一个长辈，他住院呢。可这是妇产科，但我并没有拆穿他。周旭炎送我回家的路上，手机一直在响，他干脆关了机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留家里陪你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窗外的街景。回去的路正好经过我们的高中母校，熟悉的一幕一幕，在从前是甜蜜，如今却是裹了蜜糖的刀刃，在戳刺着我的心。视线不知怎么的就模糊了，而模糊的同时，我好像又看到了曾经的我和周旭炎。林碧涵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求你了，听我解释，就听一句。好，就一句。2句吧，2句好不好？少年周旭炎嬉皮笑脸的拽着我的衣袖不撒手。滚啊，周旭炎！你别哭啊，你打我。林碧涵，你使劲抽我，就是别掉眼泪行吗？放在包里的手机忽然叮咚响了一声，
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将我瞬间拉回现实。我拿出手机，信息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。他说你身体不好，每次都不能做尽兴。结婚3年没换过姿势，他早受够了。他还不喜欢用安全套，还说怀孕了就让我生下来，反正你也怀不上。周太太，你这样一无是处，占着位子干什么呢？我忽然就笑了。周旭言好奇看向我，老婆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我锁了屏，不动声色道，闺蜜约了我下午茶，我给忘了，她正骂我呢。周旭言好像突然就松了一口气，那你还要去吗？当然，不然真3天都不会放过我。你也去公司忙你的吧。周旭言一脸不悦，我都要吃许真的醋了，你每次都偏心他。真不想让你去，我们过2人世界不好吗？我回头看向他，他却已经打了转向，准备掉头了。我笑了笑，转过脸，以后还有时间。没错，我们还有一辈子呢，这次我就不和许真争了。他送我去了私人会所，就匆匆开车离开了。半小时后，陶院又给我发了消息，他是不是甩下你不管了？你看，他说我只要一哭，他就会心软。对了，我怀孕了，他说让我生下来，他还说喜欢女儿，可我想给他生个儿子。我算过了，我这一胎肯定是儿子，只是好可惜，孕初期医生不让我们同房，他给我买的新内衣还没穿呢。他需求一向很大，你又不能满足他，肯定要憋坏了。我没有回复，只是将他发来的所有信息都截图保存。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的手有点抖。也许是周旭言这些年演得太投入，我也天真的太过信任他，所以当他这荒唐而又迷乱的一面被揭开时，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原来床子间那些让我动容的温柔，也全都是假的。他早就厌弃了我们温吞如水的情事。当我以为克制是爱时，现实狠狠打了我一耳光。日渐减少的同房不是因为爱和心疼，不过是不能尽兴，所以连敷衍都懒得敷衍了。回家之前，我给昔日的恩师打了一个电话。碧涵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给老师打电话啊？老师，你的考察团队还需要人手吗？我想参加。你的身体能行吗？其实毕业时我就想加入的，老师也特别希望我能跟他一起，只是那时候我身体实在太差，考察团要天南海北国内国外的跑，很多地方条件艰苦，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。刚做过体检，医生说只要注意就没有大碍的。你先生愿意吗？碧涵，你要知道，你加入进来就会长年累月在外奔波，而且我们很多项目是国家保密的，和家人几乎都处于失联状态。老师，我已经决定离婚了。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？我笑着点头，将眼泪咽下去。是，他出轨了。你们10年的感情，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老师，你还记得你当初要离婚时和我说的那些话吗？闻君有他心，拉杂催烧之。催烧之，当风扬其灰。我的眼眶通红，眼泪滚滚而落。老师，我是你教出来的，当然也和你一样啊。好，好。碧涵，那老师等着你来。这应该是我婚后第一次主动找周旭言要钱。他在电话那边笑得十分愉悦。老婆，我的钱不都是你的吗？我的卡你随便刷不就好了？那不一样，我难得这样固执。好，那我让林月现在就去给你转账。周旭言，我不白拿你的钱，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3天后，你去我们高中母校的传达室，去找传达室的宋大爷，你还记得他吧？他会把东西给你的。周旭言闻言就笑了，怎么会不记得？我高3才转过去，高1高2我给你写了几百封情书吧，都是他老人家代收的。我也笑了，那3天后别忘了去拿。不会的老婆，我现在就开始期待了。周旭言给我转的钱到账后，我第一时间匿名捐给了恩师的考察团，打印好离婚协议和所有信息截图，装进密封袋，亲自送到了母校的传达室。那串断掉的珍珠项链和他送我的第1枚戒指，被我在工坊里亲手烧掉丢弃，随同一起化为灰烬的，还有他曾写给我的无数情书。最后一天清晨，我如往常一样陪着周旭言吃完了早餐，如往常一样送他去上班。周旭言有些抱歉，本来计划今天带你去泡温泉的，又食言了。没关系，工作更重要。我望着他，笑得很轻很轻，快去吧，别耽误了正事。周旭言温柔却又愧疚地看着我，
老婆，你总是这么体贴，这么好。这些年我忙着工作，陪你的时间太少了。我静静望着他，思绪却由离远去。曾在冬日晨雾里将我冰凉的手暖在掌心的少年，曾为了娶我在父母跟前跪了整整1天的男人。10年相伴，他依旧年轻英俊。他爱过我是真，背叛是真，愧疚怜惜是真，可心猿意马，他溺于刺激的情爱也是真。我知道的，我可以做个聋子哑巴，一辈子都是周太太，没人能抢走这个位子。可我不想做他的周太太了，我要做回林碧寒了。周旭炎忽然上前将我抱住了，老婆，我好爱你，你等我回来，晚上我们一起吃。我不知怎样艰难才挤出了一抹笑，怎样艰难忍住了无谓多余的质问。好在他的手机又催命一样响了起来，我推开了他，快去吧，别让人等。他依依不舍转过身，步履却渐渐匆匆。我笑了笑，转身上楼，如往常一样换了衣服去花园打理花木。中午简单的吃了一餐饭，午休后起床，我换了出门的衣服，随手拎了一只包，里面放着我所有的证件和重要物品。下楼时，佣人笑着问我，您是要去逛街喝茶吗？我也点头轻笑，今晚不用准备晚餐了，他晚上不会回家吃饭的，而我也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司机将我送到常去的会所，就离开了。我下楼，老师安排的车子早已等在街角，那辆车是密档车牌，普通人根本查不到。我攥着手里的包，穿过马路，上了车。车门关上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屏幕上闪动的名字是周旭炎。我没有挂断，心里却很清楚的知道，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通话了。老婆，我都没脸跟你说了。周旭炎的声音里满是懊恼和愧疚，今晚有个很重要的应酬，实在推不掉，我不能回家陪你吃晚饭了，但是我保证今晚一定早早回来陪你，好不好？老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，我已经让林月去拿之前给你订的礼物了，你见了肯定会喜欢的。我攥着手机，望着车窗外不见尽头的长街，车水马龙的喧嚣之外，却是空荡的清寂。那道在我心底盘桓了10年的身影，穿着蓝白条纹校服的少年身影，在这一瞬，彻底从我心里消失了。我清楚知道，我终于不再爱他。老婆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是不是生气了？周旭炎在电话那端小心翼翼地问。算了，我推掉吧，不去了，我晚上还是回去陪你吃饭。不用，没关系的。我垂眸，盯着无名指上空荡荡的那一处。你忙你的吧，真真约了我晚上一起吃饭的。那我尽量早点回来，好不好？太晚你就住公司那边吧，不用来回跑。多晚我都回来。我没再说话，周旭炎又说了几句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我将手机放回包里，在车子轻微的颠簸中，缓缓闭了眼。周旭炎叼着烟站在走廊的窗子边，外面天色漆黑，夜已渐深。林碧寒从前身体不好，作息一贯很规律，这个点他应该已经睡了。陶苑红着眼从检查室出来时，周旭炎已经掐了烟。他看他一眼，冷声问，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有点轻微出血，医生建议这个月最好多卧床静养。那你就先不要去学校上课，在家歇着吧。老公，那你会陪我吗？陶苑委屈巴巴地抱住了他的手臂。周旭炎蹙眉抽出手，不是给你说过了，别他妈这样叫我，这里没人我才叫的。行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你不陪我吗？我今天很不舒服，我害怕再出血。医生不是开了药，你吃了要好好休息。周旭炎直接往电梯那边走，我又不是医生，留那儿也没用。陶苑咬着嘴唇，又忍不住想哭了，但怕周旭炎烦，他只能强忍了眼泪，跟着他进了电梯。周旭炎临上车时，陶苑实在没忍住，又转身喊了他。周旭炎抬腕看了看表，明显有些不耐烦，又怎么了？你明天会来吗？医生不是说了这个月不能同房？周旭炎挑了挑眉，找你也是白搭。我这个月要好好陪我老婆，你最好给我安生点。陶苑又气又委屈，眼泪连连往下落。周旭炎顾念着他的身孕，倒是哄了几句。好好休养，我抽空就来看你。陶苑看着他头也不回的上车离开，眼泪在脸上冰凉凝固，牙根不知何时咬得酸疼。他想不明白，他又年轻又漂亮，哪点比不上他那个病秧子老婆？
每每想到这些，他都恨之入骨。可他却又舍不得周旭炎，也舍不得周旭炎给他的这一切，只能死死忍着。周旭炎的车子在楼下停住，佣人迎出来时，他如常那样询问太太是不是已经睡了。正接过他大衣的佣人却吃了一惊，太太不是和您一起的吗？周旭炎倏然顿住脚步，你说什么？夜色深浓，只有房子里的灯光笼罩着他。太太下午出去逛街喝茶，晚上司机要去接他时，太太说不用过来了，他和您一起在外面吃。佣人越说越心惊，声音都抖了起来。太太下午出门时就交代了，今晚不用准备晚餐。周旭炎忽然上前一步，一把攥住了佣人衣襟，他还说什么了？一个字不准漏，给我说清楚。佣人吓得脸都白了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太太就说了不用准备晚餐。周旭炎猛地松开手，将人推开。他一边疾步往楼上走，一边拿出手机打给许真。你找碧涵？我们今天没有见面啊。可是下午时碧涵说了，和你约了晚上一起吃饭。周旭炎的声音无比冷静，是他自己都不敢置信的冷静。只是没人看到，他攥着手机的那只手一直在发抖。碧涵确实给我打了电话，但我有台手术，我们就约了改天再聚。周旭炎不知怎么挂断的电话，他又打给了林碧涵关系不错的其他朋友，却都说今日没有联络，也没有见面。周旭炎站在主卧外，门紧闭着，那一瞬间他竟连推开的勇气都没有。林碧涵那样聪明的人，他怎就愚蠢的抱着侥幸心理，以为他真的对他的所有行为都一无所知。可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知道的有多少？他又能不能争取到他的原谅？周旭炎恍然想起多年前的事，那时候他们都在上大学，因为社团的活动，他和一个学妹走得有点近，那学妹暗恋他，挺多人都看出来了。林碧涵和他说过2次，他压根没当回事，毕竟他那么爱他，根本看不上别的女人。后来社团聚餐时，他帮学妹挡了酒，还顺路送她回了宿舍。林碧涵也没和他吵，直接提了分手。他当时整个人都懵了，天塌了一样。再后来，分手整整半年的时间，他根本记不起自己怎么熬过来的，他也几乎都要想不起他用了多大的努力才求得林碧涵回心转意，给了他一次和好的机会。推开门的时候，周旭炎的手抖得厉害。室内一片漆黑，床榻干净整洁，空荡荡的，好似连专属于他的那种气息都一并消失了。周旭炎快步走进去，徒劳地推开每一扇门，可每个房间都是空的。他抖着手去拨他的电话，是通着的，但却一直无人接听。周旭炎强撑着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他点了支烟，狠狠抽了一口，方才调出林月的电话打过去。林月，让人去找，现在立刻让人去找，去查。周先生，你让我查什么？他将林碧涵白天去的会所告诉了林月。他离开会所后去了哪？现在人在哪里？这些天他都和谁联系过？林月，查他的证件，机场、高铁站、汽车站，每个地方都不要错过。还有，查他的手机定位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周旭炎转身下楼，直接开车往机场而去。他能去的地方并不多，除却几百里外的家乡小城，也就是他大学时另一个好闺蜜嫁去的城市。周旭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他自问自己一向做的隐秘，身边朋友他敲打过的，没人敢在他跟前胡言乱语，陶院更不敢。所以也许他只是偶尔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也许只是因为这段时间他常常回家太晚，陪他的时间太少，又食言了几次，他心里不舒服，想要给他一点教训。如今不是从前，他们是夫妻，所有利益都绑在一起。他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家调养，离开他，他就像是从金丝笼里放出去的鸟雀，活不久的。周旭炎这样安慰着自己，却又好似根本无济于事。这一路他的心脏都突突跳着，胸膛里一片滚沸，整颗心油煎火烤一般煎熬。中途红灯时他又拨他的电话，依旧是无人接听。快到机场时，林月的电话打来，太太下午4点左右从会所离开的，只是整条街的视频都被屏蔽了，查不到太太的行踪。机场、高铁站也都查了，没有太太出行的讯息。周先生，也许太太仍在京城。周旭炎攥住方向盘，蓦地松了一口气，
去找，不管怎样，把人给我找到。还有，手机定位查到没有？查不到，太太的手机定位好像也被人为屏蔽干扰了。周旭炎脑子里嗡的炸开，一片空白。林月又说了什么，他完全听不到，只忽然想到那天他找自己要钱时说的话。他说也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就在母校的传达室，按照约定3天后去拿，就是明天。可他1秒钟都无法等了。他一路飙车赶到学校时，已经过了凌晨，传达室的灯早熄灭了。他顾不上太多，下车过去砰砰敲门，鼻尖上忽然触到一阵凉意。周旭炎下意识抬手去摸，却摸到了冰凉的雪花，是京城落了初雪。他和林碧寒定情，也是在这样的一场初雪中。周旭炎有些怔怔地站在渐渐绵密的雪中，好一会儿都无法回神，直到宋大爷连着喊了他几声，他才骤然清醒。递过来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牛皮纸袋，接过来那一瞬，他像是抓着烫手的火炭，下意识想要丢出去。也许他已经猜到了里面是什么，也许他根本不愿去面对，可最终他还是打开了。入目就是离婚协议书5个大字，最后一页是他手写的签名和按下的指印，在下面是一些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。除此之外，他只言片语都没有留给他，却又好似该说的该做的已经说得很清楚。那些聊天记录，周旭炎只看了一眼，就将纸一把攥成了团。他给宋大爷递了烟，好声好气地道了歉又道谢，然后开车直接去了陶院那里。开门时，陶院睡眼惺忪，却又欢喜无比，扑过来就想抱他，却被他抬手一耳光打懵了。周旭炎也不说话，只是冷着脸，又是几巴掌下去。陶院的脸肿了，嘴角破裂淌着血，他被打得站不住，跌坐在地上，捂着小腹哭着求饶。周旭炎就那样居高临下冷漠地看着他，然后半点联系都无的一脚踹在了他小肚子上。陶院疼得几乎昏死过去，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，鲜血从他腿间涌出，白色的地毯都被染红大片。他却仍觉得不够，弯腰攥住陶院的衣领，几乎将他整个人拎起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他掐住陶院肿胀的脸，掐得他下巴几乎脱臼。他英俊的脸几乎是狰狞扭曲的，声音却仍是冷而平静。一个出来卖的，也敢给我老婆找不痛快。我让你生，只是舍不得我老婆吃苦。你以为你怀孕就金贵了？陶院，谁给你的胆子去骚扰我老婆，惹她生气的？陶院只觉眼前一阵一阵发黑，小肚子里刀子绞着一样疼，他怕的要死，后悔的要死。他为什么要贪心不足，要去肖想周太太的位子？他安安生生把孩子生下来，荣华富贵少得了他的吗？我不敢了，周旭炎，我真不敢了，求你救救孩子，孩子要保不住了。晚了。周旭炎嫌恶的将他重重推开。陶院，你最好祈祷上天，我老婆能原谅我跟我回家，不然你这辈子真就全完了。周旭炎，这也是你的孩子。陶院痛得身体痉挛，无助的躺在地上痛苦挣扎，满是血的手努力想要抓住周旭炎，可他却退开到一边，冷眼看着他痛到昏死过去。方才拨了个电话，把人送医院，死不了就行。周旭炎看都没看陶院一眼，转身出了房间。到楼下时，地面已经覆盖了一层白。周旭炎只穿着衬衫和长裤，却觉不出冷。他再次拨林碧寒的电话，依然无人接。周旭炎垂眸望着无名指上的婚戒，才猛地想起，好似数日前林碧寒的手上就没有戴着婚戒了。那么那天在医院，其实他都看到都听到了吧？可当时他竟然没有质问，甚至一滴泪都没掉。他该是对他有多失望？周旭炎不敢去想，不敢去想当时林碧寒的心情，正如他根本找不到词去形容他此刻的心情一样。我跟着老师直奔千里外的西北小镇，条件简陋，行程紧张。老师一直担心我的身体会吃不消，但熬过一开始的不适后，就渐渐适应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。我换了新的手机和号码，但旧手机仍保持开机，号码也没有注销，只是放在住处，没有随身携带。旧手机上几乎每天都有周旭炎的电话和短信，但我一概没有接也没有看。到西北后，我给许真打了个电话，简单说了和周旭炎的事。
许真气得在电话里大骂了周旭炎足足10分钟，怪不得你一声不吭就跑了。碧涵，周旭炎这些天找你找疯了，还来医院堵了我好几次，但我是真不知道你去哪了，所以他堵我也没什么用。还有其他同学那里，他好像把每个和你关系不错的同学都问了一遍。我叮嘱许真，他在找你，你就一概说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不会让他纠缠你的。只是，碧涵，你还会回来吗？当然回，我还要回去和他办离婚手续的。如果他执意不肯离婚呢？我一笑，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以后天南地北的跑，他也找不到我，大家就耗着吧。那周家肯定不答应，人家可是独子，又有皇位要继承。结束通话后，几个师弟师妹来叫我出去吃晚饭。晚饭又是羊肉锅子，香味扑鼻。之前在北京时，因为身体不好，饮食一向特别注意，牛羊肉都是要少吃的，怕不受补。但现在来了这边，入乡随俗，人却好似越发精神起来。老师都笑着打趣，这几天明显看你气色红润了不少，哪像刚见你时那样，脸上都没什么血色。还不是因为跟老师在一起开心，吃得香睡得好的缘故。我端着碗凑到老师跟前，靠在他肩膀上撒娇。多大的人了，在你师弟师妹们跟前也没个正形。老师一边故作嫌弃的说着，一边却夹了一大块肉放我碗里，快趁热吃，多吃点。我低头咬了一大口肉，鼻子却忽然一酸。我不想让老师看到我哭，合着眼泪将碗里的肉吃光了。那晚回去后，就手机不断震动着。周旭炎不知吃错了什么药，一刻不停的打着电话。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后，我给他发了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短信。离婚协议签好，我会回京和你办理离婚手续。除此之外的事都不要再打扰我，否则这个电话我会永久注销。信息发过去那一瞬，周旭炎又打了电话过来，我依旧不接，他也没有再打第二个，只是许久后回复了一个字，好。信息发送出去，周旭炎颓然靠在沙发上，忽然捂着脸无声笑了。朋友们坐在一边面面相觑，却没人敢劝。这些天他找林碧涵都要找疯了，虽然没张扬出去，但圈子里却已经渐渐传开。他那小三桃院也挺惨的，听说送医院太晚，子宫没能保住。周旭炎却还不肯放过他。前几天刚被学校开了，家里父母嫌他丢人，也断了关系。如今苟延残喘，如履薄冰，恨不得日夜焚香祷告求林碧涵赶紧回来。周旭炎好放他一条生路，但林碧涵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毫无音讯。炎哥，刚才是嫂子发的信息吗？有人大着胆子问。周旭炎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，久久无声。就在众人以为他不会回答时，周旭炎却忽然开了口，他是真的不要我了。气氛有一瞬间的凝滞。哪能呢，你们这么多年感情，等嫂子气消了，你好好赔个不是，嫂子心软会原谅的。周旭炎只是摇头，你们不了解他。他话音刚落，房门却忽然被人从外踹开，重重撞在墙上，发出哐啷一声巨响。众人吓了一跳，都回头看去。周旭炎也缓缓坐直了身子，他微微眯了眯眼，看清来人后，却忽然挑了挑眉，讥诮笑了。原来是你啊，陈静瑶。陈静瑶并不应声，也并未看房间内其他人一眼，他径直走到周旭炎面前，一脚踹翻了茶几，接着伸手攥住周旭炎的衣领。没人料到看起来这般清瘦的男人竟有这样大的力道。喝得半醉的周旭炎硬是被他拽了起来，狠狠摁在了墙上。怎么，想打架？周旭炎笑得讽刺又恶劣。只是他话音还未落，陈静瑶就挥拳砸在了他脸上。周旭炎，5年前我说过的，如果你对他不好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周旭炎偏过脸，猩红的血从鼻子里涌出，他混不在意的抬手抹掉，然后重重一拳还了回去。房间里很快乱成一团，酒瓶碎裂，桌椅倾倒，喝得烂醉的周旭炎很快落了下风，被陈静瑶踹翻在地。两人都挂了彩，周旭炎整张脸面目全非，陈静瑶的手背上被划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，不停滴着血。你他妈算老几？我和我老婆的事，轮得到你插手？周旭炎支着一条腿靠在沙发上，冷笑连连。怎么，听说我们闹别扭，就迫不及待赶着来挖墙脚了？只可惜啊，陈静瑶，5年前林碧涵选了我不选你，5年后也照旧。
陈静瑶缓缓攥紧了滴着血的手，手背上的伤崩裂更深，看起来就瘆人。可他却浑然觉察不到疼，只是心里像是扎着一根刺，那刺扎得越来越深，钻进他的肉里，让他日夜难安。兄弟一场，好心劝你一句，别惦记别人老婆了。周旭炎笑得无比恶劣，我们都结婚3年了，睡了不知道多少次了。他故意死死盯着陈静瑶的脸，欣赏着她脸上每一寸痛楚的表情，吸食着刺激的快感，所有的理智都荡然无存。他只想让陈静瑶痛苦崩溃。他的初恋、初吻、初夜都给了我，你拿什么跟我争啊？陈静瑶，林碧涵有多爱我，所有人都知道。正是因为爱我，他的眼里才会揉不下一粒沙。他越是和我闹，越是证明他在意我。所以你千里迢迢跑来有什么用？你以为你就能趁虚而入，抱得美人归？别妄想了，陈静瑶，林碧涵眼里从来没有你，他也不会爱你。周旭炎扶着沙发，艰难地站起身。饶是他无比狼狈，但此刻站在陈静瑶这个昔日的失败者面前，他仍要高高在上。我不会和我老婆离婚的，死了这条心吧，这辈子你都没有机会了。周旭炎。陈静瑶看着他，眼眸深处仿佛覆了一层霜雪，寒凉到了极致，却也决然到了极致。如果5年前我能看出你是这样的人渣，就算拼着他恨我怨我，我也会把他抢过来。你凭什么跟我抢？还是说你这人犯贱，就喜欢别人吃剩下的？陈静瑶豁然抬手，染着血的手重重砸在他下颌上。他望着周旭炎，眸底一片血红。我等着看你的报应。周旭炎其实从来不信什么报应的，但当他终于千里迢迢赶到那个黄沙覆盖的小镇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陈静瑶先一步从沙漠里找到林碧涵时，那一瞬他忽然明白，他的报应来了，来得迅猛而又猝不及防。他没有防备，更是毫无还手之力。黄沙漫卷，遮天蔽日，他不知道林碧涵有没有看到他，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陈静瑶小心扶着受伤的他上了那辆沙漠越野车，而上车时他因为太过虚弱无力，是陈静瑶将他抱上去的。他还是跟着那辆车去了医院，他的老师出面拦住了他，却让陈静瑶跟着去了检查室。风停了，漫卷的黄沙也停了，他呸出满嘴的沙子，点了支烟，一支接一支，停不下来。他仓皇地问他的恩师，他一直都跟着您在这里吗？是，他很努力，很能吃苦。他身体不好。周旭炎强咽下喉间的涩意，这段时间他是不是很辛苦？老师抬了抬下颌，淡淡望着他，不，他很快乐。周旭炎的双眼红得吓人，也许是被风沙吹的。老师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他会原谅我吗？我真的后悔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他像个无助却又茫然的孩子，那样高大的一个人，抓着老师的衣袖，差点就落下泪来。我不知道，但我尊重碧涵的所有选择。老师，你帮帮我，好不好？可老师摇摇头，推开了他的手。碧涵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我很了解他，而他的脾性也和我很像。这件事上没人能帮你。可是老师，我们10年的感情，那又怎样？老师笑得淡漠却又轻蔑，我和我前夫结婚15年呢。他甚至跪下来哭着求我，但是脏了的男人就是脏了，和垃圾没有区别。周旭炎，我们女人不是垃圾回收站，你如果当真念着你们10年的情分，就放他自由吧。离婚手续办好那天，从民政局出来时，周旭炎叫住了我。老婆。他神色怔怔，整个人都失了神采，那双曾经多情却又肆意的眼早已黯淡无光。叫我名字吧。碧涵。周旭炎走到我跟前，站定。他阴阴望着我，那暗淡的眼底隐约又升起光亮。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，是不是？就像10年前那样，先从朋友开始。我摇头，不可以。可是碧涵。我决然打断他，周旭炎，5年前我就说过，我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原谅2字。当年我委屈自己，退让了一步，所以5年后我也得到了报应。那我们不做朋友，从陌生人开始，好不好？你只再给我1次机会，就这一次，我发誓。周旭炎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在你眼里，不过尔尔的林碧涵，其实是个犟种。周旭炎倏然看向我，那天晚上你都听到了？我淡淡点头，对，全都听到了。
他眼底最后那一点光，犹如冰裂般碎了。可是碧寒，你拿走了最爱的那串珍珠项链，还有我们的婚戒，你还是舍不下我们的情分的。他像是落水将死的人，迫切的想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，但我打破了他最后的幻想。我在首饰工坊里将它们全都烧毁了。周旭言，你可以去下水道里找那所谓的旧情。我不再和他多说，转身继续向外走。可周旭言很快又追过来，你要和陈静瑶在一起了是不是？可是天底下的男人都一样的碧寒，他只是因为没有得到你，一旦得到，他也会和从前的我一样犯同样的错。那又怎样？我眸色淡淡看着他，经历过你这样糟糕的前任，还有什么输不起的？你要嫁给他了吗？婚姻我会慎重考虑，但是我还年轻，喜欢的事业和喜欢的男人完全可以兼容。你喜欢他？我看着他笑了，和你有关吗？我站在马路边等红绿灯时，就看到了停在路边的车子。初春的天气里，陈静瑶穿着黑色冲锋衣，靠在车边，枯枝上冒出了鹅黄的新芽，风里却还带着冷意。她安静站在那里，却又时不时往我走来的方向看去，直到看到我那一瞬，她瞬间站直了身子，太阳破云而出，淡淡明亮的光晕就落在了她眼中。林碧寒，她大步向我走来，在信号灯变成绿色，在凝固的人群开始川流不息，变成斑马线上跳动的音符。我却站在原地没有动，只是唇角带着笑，微微歪着头看着他，看着他长腿阔步向我走来，如最隽永的电影画面一般。林碧寒，他终于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着我，好似很紧张，呼吸是乱的，好似风太冷，将他的耳朵也冻得微红。我仰脸看着他，恍惚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格外桀骜不驯的少年。原来上学放学路上无数次的偶遇，不只是偶遇。原来无数次偶遇时擦肩而过视线碰撞，不只是巧合。我无法去想，当年在我一心一意和周旭言恋爱时，作为旁观者的陈静瑶是什么心情。在我拒绝他，决定和周旭言在一起时，他最后看我那一眼，最后那一抹笑，又隐忍了多少的伤心。只是爱情从没有道理可言。年少的陈静瑶和周旭言是截然不同两种类型，而那时候多愁敏感的我，更喜欢会哄女孩子开心的周旭言。好似也是顺理成章的事，过往种种我不后悔，只是我决定向前看了。等很久了吧？我笑着问他。不久，刚刚好。他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抬起了一些，好似是想要握我的手，却又顿住了。陈静瑶，我叫他的名字，轻轻跺跺脚。北京春天的风可真冷。你很冷吗？是啊，好冷，我的手都冻僵了。我伸出手给他看，指尖冻得微有些发红。陈静瑶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他搓揉着我冰冷的指尖，直到渐渐回血温热，才自然地握着我的手放入了他的大衣口袋里。信号灯又变成了绿色，人群再一次鲜活流动。陈静瑶拉着我，也融入其中。春天来了，春意渐浓，正是恋爱的好时节。20，周旭言。林碧寒还是嫁给了陈静瑶。结婚的时候，去了好多从前的同学朋友和老师，甚至比当年他娶她时的都多。婚礼没有他当年那样高调盛大，但却无比温馨幸福。整个婚礼流程，周旭言是在朋友的社交平台上看到的，身边人都劝他想开点，别关注了，人家夫妻恩爱，蜜里调油一般，他又何必自己找虐呢？但周旭言无法控制自己，他就像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偷，躲在暗处窥视着，不知是想要找出一丝裂痕，还是想要在凌迟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去自虐。那一整夜都没能入睡，翻来覆去的翻看他们的每一张合照，每一段视频。林碧寒依然很美很美，这几年的四处奔波，风餐露宿的辛苦工作，并没有将她搓磨的容颜失色，反而比之从前做周太太时更鲜活，更健康。据说这几年陈静瑶和他一直聚少离多，几个月半年失联也是常态。周旭言也曾暗戳戳的想过，陈静瑶也是男人，身为男人，而他最了解男人的劣根性，他就不信他真能做到守身如玉，真就毫无一丝怨言，甚至还让人暗中盯过陈静瑶，想要抓到他的错处，捅到林碧寒的跟前去。可几年过去，
陈静瑶一如最初，半步行差踏错都没有。只是陈静瑶求了几次婚，林碧涵都拒绝了。他知道实暗中无比欢喜，可惜好景不长。林碧涵虽然没点头要嫁，但每次回京都住在陈静瑶家里。他一开始特别盼着林碧涵回来，因为可以远远看她几眼，解一解相思。但后来他最怕的就是林碧涵回来，因为他做梦都会梦到林碧涵和陈静瑶在床上的画面。周旭言想，怕是至死都忘不掉。林碧涵刚搬到陈静瑶家时，他们俩3天都没出门。3天后，他们一起去超市。陈静瑶是怎样的满面春风，而林碧涵又是怎样的出蕊带露。他坐在车里自虐般看着，那一瞬间，死的心都有了。林碧涵嫁给陈静瑶的第2年，有了身孕。也是那一年，她在一次酒后回家时，被陶院狠狠报复了。这几年过得不人不鬼，满腔怒火都撒在了陶院身上。陶院最初惧怕他死死隐忍，后来该是情绪崩溃，干脆和他鱼死网破。但他没死成，只是很巧合的，林碧涵肚子里的孩子一天一天长大时，他却被医生宣判了死刑，下半生无法离开轮椅，也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周旭言想，陈静瑶那混蛋可真是一语成谶啊！他背叛了自己最爱的妻子，亲手踹掉了自己这辈子唯一的孩子，而如今他永远失去了最爱，也再不可能有孩子，果然是遭报应了。而余下这无望又漫长的半生，他都要活在自己亲手种下的报应里，不得往生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星星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